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一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这期分享的内容是，到了中年，女人的福气全靠这8个表现，你中几个？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世事无常，生活复杂多变，能够享受幸福生活的女人，我们称之为有福气的女人。林语堂曾说，福气并非来自外界，而是源自内心。若你想成为一个有福气的女人，得到命运的垂青，关键还在自己，而非他人。特别是在当下这个时代，女人只有在内心足够强大时，才能不被世俗所影响。你看，有的女人即便出身贫寒，却能将生活过得有声有色，而有些女人尽管出生在富裕家庭，却时常忧虑难过不已。这其中的差别就在于相貌由心生，福气由己造。那些真正能将日子过成诗的女人，都是靠自己去争取的。1. 心慈面善，福气常在。细细观察，你会发现心慈面善的人，福气常在。俗话说，相貌是心灵的镜子。一个心存善念的人，总会给人一种友善可亲的感觉。这样的女人明事理，识大体，她们悄无声息地播撒善良，温暖自己，也温暖他人。与人为善，不仅仅是为了追求当下的回报，更是女人最好的良知。当你心怀善意，自然能吸引福报，成为幸运的有福之人。了凡四训中说，人为善，福虽未至，祸已远离；人为恶，祸虽未至，福已远离。善良的女人在危难之际总会有贵人相助，这并不是因为她们运气好，而是她们每一次帮助他人，其实都是在为自己积累善缘。女人可以不漂亮，但不能不善良。内心善良的女人，待人亲和，面目柔美，上天也会将好运赐予她们。歌德曾说，人之幸福，全在心之幸福。你看那些福气满满的女人，不一定很漂亮，也不一定很有钱，但她们的面容上总是散发着善意，让人如沐春风。而这样不经意间播撒善念的人，通常情绪稳定，自然会收获好的结果。毕竟，爱出者爱返，福往者福还。人们常说，一个女人决定着一个家庭的风水，影响整个家庭的气场和走向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女人在亲密关系中能起到润滑作用。如果遇到问题就埋怨，遇到矛盾就指责，遇到冲突就打骂，最终不但问题得不到解决，矛盾得不到化解，还会坏了心情，伤了感情。有福气的女人总会心怀感恩，施人以温暖，待人以真情，既不期望报答，也不到处宣扬。她们发自内心地去帮助每一个相遇的人，为自己积累善意，命运自然会给予她们回馈。2. 胸襟宽广，福气深厚。毕淑敏曾说，好日子和坏日子总是有一定的比例。真正拥有大格局的你，能在人生的高峰悠然看风景，也能在低谷时默默蓄力，奋力向前。你的胸襟越宽广，格局越大，
生活往往就越精彩，越幸福。哪怕你拥有如山的财富，但若格局不够，也会因见识不足，成为他人的笑柄。因为站得低，看得近，只会在意眼前的得失，纠结于生活琐事。相反，拥有大格局的你，活得通透，看得长远，无论身处何种境遇，都能活出最精彩的自己。你清楚自己的界限，明白自己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人喜欢你，也有人讨厌你，有人羡慕你，也有人嫉妒你，批评你。但请记住，他们都不是你，你只需要做好自己，好好做人做事。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，但福气总会眷顾那些胸襟宽广、待人宽容的你。人生如同一面多面镜，这边看或许暗淡无光，但换个角度，就会看到生活的多姿多彩。关键在于知足。星云大师的话，你要铭记于心，你不可能同时拥有春花和秋月，不可能同时拥有硕果和繁花，所有的好处不可能都属于你。要学会权衡利弊，学会舍弃，然后才能得到。常说爱笑的你，运气不会太差，因为即便身处困境，仍能保持笑容，这不是傻，而是骨子里的乐观与坚强。乐观的你，笑容明媚，心情开朗，哪怕遇到再大的困难，也能化险为夷。相反，若总是斤斤计较，好事也会变坏事。你对别人好，别人才会对你好。人人心里都有本账，只是不说罢了。有些东西是你的，谁也抢不走；不是你的，再争也没用。有时退一步，看似输了，实则迎来了福气。所以到了中年，不要想太多，抛开杂念，福气自会到来。心态积极，一生有福。听过这样一段话，当你处于人生低谷，只会胡思乱想，精神内耗，这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。日子怎么过都是一天，是颓废无望，还是在苦难中绽放，决定权在你手中。一个好的心态，能把你从痛苦的泥潭中解救出来，受益一生。心态消极的你，看向窗外，满眼都是泥泞和垃圾；而心态积极的你，看向窗外，不是阳光明媚，就是世界缤纷。很多时候，你是家的支柱，没有谁愿意花时间去治愈一个整天唉声叹气的女人。好的心态，能带着家人积极面对风雨，接受命运的重量，然后带着这份重量，好好生活，福气总会适时降临。3. 做事靠谱，福气自来。狄更斯曾说，倘若你做事缺乏诚意，或是迟迟不愿开始，那么你就算才华横溢，也难以有所成就。你要记住，待人须有诚意，做事更须如此。能力的强弱，并非决定成就的根本，而是是否靠谱。靠谱，这品质着实难得，常常能给人带来安心。与靠谱的女人相处，你无需猜疑顾虑，更不必提心吊胆。能给予人安心，胜似千金。成年人的世界，崇尚简单高效，尤其在职场，不看重人情，只看重人品。
你少些圆滑，我多些沉稳，将事情做好，胜过一切手段。做事靠谱，不推卸责任，才能迎来福气。4. 活得清醒，福气常伴。在这复杂的社会中，周围满是诱惑，每个女人都仿佛一叶扁舟，在茫茫大海中航行。有人选择随波逐流，被风浪所摆布；有人则选择紧握舵轮，保持清醒。何为清醒？清醒就是认识自己，认识世界，认识生死，认识因果。真正有福气的女人不会被外界动摇，即便时代总是催促她低头顺从，她依然会保持独立。就算命运不断向她发起挑战，她也不会屈服。女人贵在自立，认清自己的优势是获得幸福的秘诀，懂得及时止损，才能不被过去所束缚。活得清醒的女人不会想要攀附，她懂得自爱，才拥有被爱的底气。只有保持这份清醒，从容不迫地行走于世间，身边才会充满福气。祸福无门，为人自照。人生路漫漫，我们都会经历高峰与低谷，也会遇到转折与选择。面对这些问题时的心态和方式，逐渐累积，就构成了命运。命运是公平的，所谓的命好福身，不过是源于自己的修为。5. 享受生活，善待自己。知乎上曾有人这样问：究竟怎样才算是真正的善待自己？有个回答挺有意思的，对自己宽容些，嘴馋了就去吃，喜欢啥就做啥，只是凡事都得有个度。别轻易为了他人改变自己，也别让自己受了委屈，每天都开心些，这就是善待自己的方式。没错，女人最大的福气就是坚持做自己，守护好内心的那份纯真与美好。热爱生活的人一定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，哪怕遇到再大的困难，也能迎来转机。很多女人结婚后，世界里就只有丈夫、孩子和家务了。但往往越是全心付出的女人，越容易被忽视。感情里可以付出，甚至可以多付出一些，但最怕的就是在婚姻里迷失了自我。赵薇就曾分享过她的婚姻观：我对婚姻不会有过高的期待，但我的底线是在婚姻里始终要保持自我。不论哪个年纪，女人都不该为了家庭忽略自己，更不该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别人身上。精神上贫瘠的女人只会让自己显得黯淡无光，而懂得善待自己的女人，福气会越来越旺。想要拥有好命，首先要学会爱自己。没有凭空而来的好运，所有的福气都是靠自己积累的。善良的人可能会一时吃亏上当，但总有一天，上天会把亏欠你的一一补偿给你。有人说，女人到了40岁是个坎，跨过去了，未来会更好；跨不过去，生活就会越来越艰难。确实，女人到了中年，如果内心不够强大，遇到一点小事就可能崩溃。这样既折磨自己，也困扰他人，得不偿失。想要过好余生，就要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，让自己变得更坚韧，才能从容应对生活中的风雨。
一个女人有没有福气，到了40岁就会很明显，关键看她身上是否具备这3个特质。6. 不被外界左右的情绪。心理学家丹尼尔·戈尔曼在《情绪智力》一书中写道，学会不被短暂的情绪左右，我才真正掌控了我的生活。在生活中，如果过于情绪化，就容易让自己陷入困境。只有学会驾驭情绪，不被它轻易摆布，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生活的挑战和困难，从而领略到生活更深层次的美好与丰富。很多时候，让人痛苦的并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情绪带来的困扰。哈佛大学医院的一项研究表明，生气会加速脑细胞的衰老，削弱大脑功能。人在愤怒时，脑血管压力会增加，思维会变得混乱，做事容易出错。过度生气其实是在惩罚自己，如果被情绪左右，就容易失去自我，成为情绪的奴隶。只有学会管理情绪，做一个头脑清醒、内心成熟的人，才能从容面对生活的挑战，坚定不移地继续前行。7. 随时取悦自己的能力。知乎上有人曾问，为何一切安好，内心却难觅欢愉？你要明白，高赞的回答是这样说的：因为你活成了别人眼中的模样，而非为自己而活。于是你憋屈、虚伪、麻木，对生活失去了感知，戴太多面具，终会迷失自我，活成他人期待的样子，你就永远无法成为理想中的自己。有人曾这样写道：人生前20多年，最大的遗憾就是过于懂事，这是我做人最大的败笔。懂事是懂他人的事，体谅他人的难处，容易被他人打动，甚至在自我与他人冲突时，顺从他人意志，为他人牺牲自己的利益。然而，你却忘了为自己做些什么，也不懂自己。过度顺从会让你忽略自我，过度付出会让你亏待自己。去做些喜欢的事吧，无论是阅读、旅行、跳舞，还是其他。别让自己失去快乐的能力。学会取悦自己，表达自己的需求，享受喜欢的事物。关心他人的同时，也要学会关心自己。照亮他人的路时，别忘了为自己点亮一盏灯。8. 敢于突破自我的活力。很多时候，阻碍你创造、发现的，只是心理障碍和思想顽石。只有敢于突破，才能意外收获福分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余华曾说，不论活着是什么，既然还有可能活着，就要有活出自我的热情，去追求活出自我的精彩。在人生的舞台上，我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，无论你怎样做，都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。不如痛痛快快地活出自己。只有勇敢地做自己，才能迎接美好而丰盛的生活。有这样一句话，中年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；不是枯燥，而是丰富；不是退缩，而是追求。人到中年，女性往往面临多重挑战与机遇。在这个阶段，只有不断修炼、不断成长，才能在未来的日子里更加从容地面对生活的变化，享受真正的幸福和顺境。当你拥有了不被外界左右的情绪，随时取悦自己的能力，以及敢于突破自我的活力，你就会发现自己拥有了无比强大的内在力量。
这种力量，让你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能自如地展现自己，无需担心外界的评判和期待。正如网上那句很火的话，生活是一系列阶段反应的循环。年轻时，我们需要不断吸收学习，到了中年，则要敢于割舍，让自己更轻松自在。戒断无用关系，学会自我悦纳。青春年少时，我们总认为维系好身边的关系，就是被接纳认可的标志。真正成熟后才明白，多数关系都是无用的，甚至有些还会不断消耗你。生活就是这样，看透之后才会懂得，多数关系都是逢场作戏，好与不好，喜欢与不喜欢，根本不重要，最终都只是彼此人生中的过客而已。既是过客，就不必太费心，合得来就处，合不来就散。梁永安教授说过，当你把经营关系当成一生使命，你会发现，你付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东西，时间、生命，这些就这样被一点点浪费，再也回不来了。这个沉没成本才是最隐秘的损失。社交关系只是生活的调味剂，自我悦纳才是人生的主旋律。戒断拧巴的人际关系，把自己当作花来养，你便会惊叹，原来少了喧嚣和吵闹，自己会如此轻松自在，人生也会如此敞亮惬意。戒断不良习惯，注重身体健康，你得好好照顾自己，身体好不好，他自己会告诉你。不管你是年轻还是年长，如果不珍惜自己的身体，健康就会悄悄溜走。有这么一句话，良好的生活习惯是健康生活的基石。健康不是等到渴了才喝水，病了才吃药，而是要从平时的生活习惯中积累。如果你想远离疾病，那就得改掉不好的生活习惯。特别是中年女性，想要保持好状态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。你得相信，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改变，都会让你变得更好、更美。你得学会放下过度的期待，多关注当下的生活。有人说，人是活在期待里的动物。仔细一想，确实如此。很多人为了无尽的期待，忙碌了大半辈子，总希望拥有更多，过上更好的生活。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，人生是用来体验的，不是用来演绎完美的。我开始接受自己的迟钝和平庸，允许自己犯错，允许自己偶尔放松，带着遗憾努力绽放，这才是我的生活。无论人生有多精彩，总会有不完美的地方。放下过度的期待，专注当下的生活，好好享受每一天，这样生活才有意义。至于未来，只要努力付出，结果顺其自然，一切都会是最好的安排。傅首尔曾说，人生就是一场自我欺骗，最后赢的都是影后。人生如戏，全靠演技，能不能成为赢家，既要有实力，也要有悟性。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很多选择，选择什么，放弃什么，都是你自己的路。少些无用的情绪和关系，多些平静和从容；少些过度的消耗和期待，多些自律和满足。到了中年，生活其实需要的并不多，
只要踏踏实实、开开心心就好。当你放下了，看淡了，心中有自信，脸上有笑容的时候，生活也会对你格外温柔。这就是上天给你的福气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